大家好，欢迎收看线上读书会，我是倪明君，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信好愿转好命第6集，也是最后一集。其实有这个系列，真的要非常感恩寄语师兄还有慈露师姐的女儿 Tiffany 文婷，因为我透过线上跟北加州的志工分享，当时的题目就是好心好愿转好命，他听了觉得不错，好，所以就请寄语师兄、慈露师姐邀请我来分享，好，所以真的还是要感恩他。那既然说到了寄语师兄的女儿，也分享我自己儿女的一段小故事哦，就是有一年新闻部办尾牙，有一道甜点是红豆汤，那这是一个高雄一位红豆师伯做的，非常好吃。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的儿子女儿，因为他们有参加嘛，我说啊，红豆汤真好吃，红豆煮得很烂。他们就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红豆煮得很烂。他们在笑，我说干嘛笑呢？为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呢？我说爸爸你再说一次，红豆煮得好烂。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一听我的意思说红豆煮得好烂啊，意思是这样，但我的意思说煮得很软烂啊，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就觉得同样一句话，其实它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所以我们一方面讲话要讲清楚，不然容易让人误会。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平常就要养成正面思考的习惯。凡是往好处想的人，可能就会听到很软烂、非常好吃的意思；但是常常抱怨凡是往坏处想的，可能就会听到红豆煮得好烂啊，难以入口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心存善念，就会常常听到好话。遇到贵人就会撸来撸后秒，反之就会听到恶言恶语，遇到坏人恶语连连。那所以金丝语说心中有爱，人见人爱。还有一句话说仁者心之气，这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的投射，心是一切的根本。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好心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尽量在每一个时时刻都能发出一个好心。比如说像我捐血的时候，以前我可能就是滑手机，在那边追剧，但是现在我可能就是会祝福，一方面感恩自己健康才能够捐血，另外一方面我也祝福接受我血的人，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其实无形当中我也跟他结了一份血缘，好，那一个缘分。所以我当然也感恩捐血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等等。那你想想看，我透过捐血救人，同时又促进了新陈代谢，让自己身心都健康。所以这样的好心在平常就要慢慢把它堆叠起来。那说到这个心跟健康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退休的东吴大学物理学教授陈国正，他研究人体的特异功能。有一次菩提心要节目就访问他，那他就帮我们同事测试身体的能量，好，婉倩师姐啊，然后就测试，就发现他身体上某一个方面的器官可能素质比较弱，就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陈教授就请他观想，比如说是喉咙呼吸道不太好的话，他就观想呼吸一个在大自然的森林里面呼吸一个很清新的空气。结果就这样的观想之后，再用科学仪器去测，竟然就恢复到正常。只是一个念头一转，那个测量出来的数字就不一样。好，所以那样的一段访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当然我们该看医生还是要看，但是我们尽量让自己保持正念，不要一天到晚去担心，担心是一个负面能量。我再说一个成功大学的电机系的教授张林生，他是一个蛮年轻的教授。有一次刚好听到他分享，他就说他是一个 B 肝的代言者。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5天的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大量流汗，然后排除了一些身体心灵的负面能量之后，再去验，竟然不是 B 肝代言者。他说这在学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当他心里解决了内心的一些矛盾困扰之后，竟然 B 肝代言者的身份没了。那后来他又做了一个青霉素的讯息的研究，他发现可以找到
把一个青霉素放在这杯水里面，拿另外一杯水是普通的水，然后让电圈把一个里面的一些讯号转移到另外一杯水里面。既然这一杯水有青霉素的疗效，但是没有化学物质，而且证实可以抑制大肠杆菌。后来他就研究出这个青霉素有598个特征频率，然后后来又研究说维他命 C 有379个特征频率。他开玩笑的说，以后如果在外面忘了带维他命 C 没关系，叫人家把这个讯息传到，透过可能手机电脑传到你这边，然后你把它放到水里面，它就有维他命 C 的功效。其实这像我之前多集都有提到的安慰剂效应是很像的。好，之前有提到我就不特别说了。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庄奴老师的正能量，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庄奴老师的歌曲写的词，比如小城故事甜蜜蜜太多太多了。那他在2016年病逝重庆，那慈济帮他举办了感恩追思会，那我和艾珍姐主持，也制作了专辑，然后由竹崎主持。当时就访问了他的大弟子高原、王秋良师兄，还有罗恒元师兄里面有一些访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因为罗恒元师兄写了许多歌，那他就把他歌给老师看，里面有一句话说：“自然法则不怕枯萎，我来人间走一回。”那庄奴老师就说，第一个，自然法则一般人听不懂所以不知道什么叫自然法则，最好不要用。然后不怕枯萎，那个怕这个字不美丽，然后就是说也是不够正向的话，因为是害怕的怕嘛，所以要把它改成譬如说永不枯萎，或是说不会枯萎，然后就没有怕那个字了，因为是怕是比较负向的词。然后后来他们一起创作有一首歌叫《齐心救大地》，他写副歌的时候，老师就先打草稿，就罗师兄先打草稿给老师看，他就写再不做再不做就会来不及。那庄奴老师就说，这个再不做再不做也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诠释说要改成说现在做现在做还会来得及。所以你看为什么庄奴老师的歌能够传唱那么久的时间，传唱给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歌里面有正能量，而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再跟大家分享很多应该看过的水结晶的照片，它是江本胜博士，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做的一个实验。他让水在0度的时候会结晶嘛，但是在结晶之前给大家看许多不一样的状态，比如说听田园交响曲，那个水结晶就有6角形很漂亮的结晶。如果听离别曲，在相同的倍率之下，那个水结晶好像就离别了。然后如果听佛经的话，就非常庄严金黄色。那佛经的部分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感觉好像那个水也听得懂那个音乐的感觉。那后来用文字，比如说写谢谢，就有6角形的结晶，不管是韩文、中文、日文、英文的谢谢，都有6角形的结晶。那如果写笨蛋，那就是很散乱。好，如果写一个恨，那是更可怕的。但是反过来说，写着爱，写着感谢，那个结晶就会变得很漂亮。所以上人说，感恩别人就是美化自己。因为你想想看，当你感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身体上70%的水都那么漂亮的时候，是不是美化自己？反过来说，上人也提到，包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因为当你讨厌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身体上70%的水也会变得很丑陋，那是虐待自己。但你包容，没有那样的一个恨、讨厌的话，其实你就是让自己更好，就是善待自己。那他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就是500个人对一杯普通的水发功，然后就是祝福的心，本来那个水是没有结晶的，500个人在日本不同地方去祈祷之后、祝福之后，那个水竟然变得有结晶呢。好，然后后来还有提到一个琵琶湖，那是在日本一个很有名、很脏、很臭的湖。那他们很多人去那边祈祷，就很巧，就祈祷之后就刚好太阳出来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祈祷前后的水结晶之前的水结晶是很丑陋的，可是祈祷之后，那水结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比爱比感谢的更漂亮。所以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祈祷祝福别人，因为别人还没有收到你的祈祷跟祝福，你自己先收到。所以大爱台每一天比如说1点半还有很多时刻，或者说持续的很多活动，最后都有祈祷。我们付出的那份祈祷的确会对这世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磁场。然后他们后来又请小学生做实验啊，就是说比如小学生每一天去骂一罐饭，每天去感恩一罐饭，结果骂的饭啊就变黑色的，感恩的饭就变金黄色的。好，那这边我就要说到了美国有一位志工昭君师姐，她做的米饭实验哦，她叫叶昭君哦。其实我在演讲常提到这2罐饭的照片。先说为什么有这2罐饭，就是2004年，好，就是现在18年前，我到洛杉矶演讲，就提到了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还有我自己做的饭的实验。我自己做的实验稍后我再跟大家说哦。那昭君听我的演讲后，他就开始做饭的实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后来也没跟我说，但是2011年我再到洛杉矶演讲还有主持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做了这个饭的实验，我就请他拍照给我看哦。而当时这2罐饭已经放了7年，只因为同一年接触了不同的字，还有后来接触照片与否，颜色竟然天差地别。因为1罐饭的下面放了字条写着欢喜，我简称欢喜饭了哦。那另外1罐饭的下面的字条写着悲伤，我简称为悲伤饭了。结果放了7年的欢喜饭，有一点湿度，淡金黄色，外观很完整，粒粒分明。而这个悲伤饭呢，稍微有一点湿湿的，棕黑色，外观变形，有一些饭粒是粘在一起的。那后来3年前，就2019年啊，我心血来潮就问他说这2罐饭是不是还在？结果还在，也就是说已经放了15年。那当然到今年的话，就算是18年了。我没有问他最近的状况，但是这2罐放了15年的饭，我请他拍照给我看，哇，不可思议耶！因为这个欢喜饭啊，从淡金黄色变成了金黄色，水分褪去了，还是粒粒分明。而这个悲伤饭从棕黑色变成亮黑色，还是有点湿度，部分粘在一起。这是一个煮熟了快15年，当然到现在是18年了，当时是15年的饭，没有冷冻，没有干燥剂，放在常温下竟然没有腐烂，真的不可思议！竟然而且1罐还变成了金黄色。他说啊，这2罐，昭君跟我说，这2罐饭最早放在他的租屋的地方，那这个欢喜饭旁边是放的佛像，还有上人的法像。那后来搬家他就没有再放字条了，但是依然欢喜饭旁边放着佛像和上人的法像，悲伤饭旁边没有放任何的照片。然后，但是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的解读是，在第一时间饭的上面放着不同的字，就决定了饭的颜色。欢喜饭不只放欢喜字条，也接近佛像跟上人的法像，接触好的磁场，浸润在佛光当中啊，所以从淡金黄色变成了金黄色。而呈现棕黑色的这个悲伤饭，后来放了金色的照片，还有上人的法照，还有归正，接触到同样是善的能量，因此变成了亮黑色。而我另外一个解读是，一开始接触到不同的字，就好比我们的一念无明，让人后来有不同的肤色、业报跟际遇，但是后来向上向善，接触好的环境，就可能改变命运。而黑色那1罐饭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南非的慈济志工黑菩萨，虽然生活艰困，但是接触慈济后懂得感恩、欢喜付出，改变了命运，是贫中之富的典范。他们皮肤黝黑，但是在南非土地闪闪发亮，宛如黑钻石。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蓬生麻中，步步自直，就是形容环境的影响。当然比环境更重要的是心境。如果我们常常心想好意，发好愿，以佛心看人，那是最大的自我加持，那是最大的正能量。这个正能量其实我们不用外求，来自我们的内心。好，能量来自于心量，
风水不如急法水。我也忘记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我大姨子住在台中进士堂的附近，有人去看他家的房子，说你家的风水不好，哇，那怎么办？可是打开窗户一看，竟然窗户就看得到进士堂。他说没关系，因为你家就在进士堂的旁边，里面的法水会让你家的磁场变得不一样。好，所以看看那个接触好的地方啊，那个磁场也会不同，接触好的人磁场也会不同，所以常常要到慈济道场接触善的能量还有正的能量。所以那再说啊，我自己做的饭的实验，因为他是看到我自己做的饭的实验呢，开始做这样的实验嘛，所以我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我把2个煮熟的饭放2个一模一样的罐子里面，一罐贴 SARS， 一罐贴 RASS 4个字一样，但是顺序颠倒，没有任何的意义。结果放 SARS 的饭隔天就出现像病毒一样的黑点白痴，另外一罐饭几乎没有，很不可思议，那个好像变成了一个磁场，感觉变了一个磁场。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实验，2罐饭都贴 SARS， 一罐不理他，一罐给他听当时慈济在许多地方放祈祷诚心祈三愿爱洒人间，每天给他听，结果发现也有差别，就是听那些祈祷歌曲的饭烂得比较慢，不听的烂得很快。我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好的音乐，真的是有那个正能量哦。那所以当时上人也呼吁大家要斋戒茹素嘛，所以后来又做了一个实验，2罐饭当然是另外新的了哈，新的罐子新的饭，一罐贴素食，一罐贴吃肉，就吃肉的黑点特别多，吃素的几乎没有。然后我又再做了一个实验，一罐给他看其他电视台，一罐给他看大爱电视台，看了5天，竟然也有不同。给他看大爱台的黑点几乎没有，可是看其他电视台的黑点很多，我就不要说哪一家电视台了啊。所以你看什么电视啊，也有影响啊，对我们的能量也会有改变啊。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自己的一个信念，还有我们接触的媒体，我们接触的环境。那其实还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实验室，当时台北慈济还在施工的时候，我在临时餐厅演讲，我记得当时是社区志工还是大爱妈妈，有点忘记，大概60-70个人。那在演讲结束，我请他们对我带去的2罐饭发出意念。有点可惜，是因为当时我吃的那个笋子的那个罐子用完，所以那一次实验就2个罐子不一样，不然之前的实验都是2个罐子一模一样哈。那次的罐子不一样，我请大家对这个饭啊，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个饭发出意念，然后一个就是发出祝福你，我爱你，你好美；另外一罐是我讨厌你，你很丑，你很烂。结果放了一段时间，竟然真的不一样哦。一罐是水黑色，好，另外一罐饭就完全不一样。好，那真的很让人难以想象。当然我要强调，这不是科学实验，不是说我做了100次有相同的结果，不是说我找100人来做有相同的结果，但我把我做的这一次的结果跟大家来分享。那刚刚我提到江本胜博士做的水结晶的实验啊，就是有一个听佛经就金黄色很庄严饱满的那个，很像那个大雄宝殿佛陀放光的那个感觉。其实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听过的一个实验，就手指识字实验。各位相信手指可以认识字吗？我不是说麻将碰那一种哦，就是你完全眼睛被遮住，你就手去摸，而且没有刻痕，纸上写字认得出来。其实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尤其在小朋友当中，经过训练，大概2-3成的小朋友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通，但是在慈济不追求神通，不特别讲究神通。那之前我也提过，因为神通对于我们的解脱，我们的脱离六道轮回不见得有帮助。那我说的这个手指识字实验是台大前校长李嗣涔他做的一个实验。他起初当然也不相信啊，
后来发现，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有一次，物理学家一群科学家不相信，1999年到他的台大实验室去踢馆，科学家自己写字条让小朋友看，有3个特异功能特别强的小朋友竟然看得出来，甚至连电圈符号都可以画出来。物理学家觉得不可思议啊，那是颠覆他们学的东西啊。后来有一位科学家写了一个字，3个小朋友竟然看不到，可能看到亮光，可能看到小和尚等等等等，就是看不到那个字。李教授就觉得很奇怪啊，做了那么多的实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打开一看，那个字竟然是佛字，而写这个佛字的，就是我在好心好冤转好命第3集提到的那位科学家，就是他写的。后来他跟李教授就去投入特异功能的研究，也说了很多我在第3集听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好，那你想想看，这一位科学家，我先姑隐其名了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科学家。李教授、李前校长是台大的前校长，但是他们都还是去做这样的实验，他们真的发现透过双盲实验也真的可以跟另外一个世界沟通。好，这个是尤其是另外那位科学家，我是当面跟他聊过。好，他说真实不虚，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自己去找。李嗣涔校长有在网络上有分享过类似的实验，我想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哈。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人有另外一个世界，人有下一世的时候，我们更要在这一世做好。做好的关键就是每一个念头都要把握住。当然人生起起伏伏，可能也有碰到不好运的时候，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哈。我有一次听到一个林文英老师的演讲啊，他说他一个同学是台大管理学的博士，叫林景峰，我不知道那个名字的正确写法啦。好，李景峰专攻统计学哈，是丰原人。他以前从来没有拿过前3名，然后结果大学联考数学是0分，但后来考上企研所的榜首，跌破所有人的眼镜。而他为何跑上榜首呢？他说啊，他决定要考研究所的时候，每一次回到家就在他家附近的庙里面去求签。第一次抽到下签，一般可能抽到下签就想说啊，那算了，那就没有希望了，神明也叫我不要考。可是第2次再抽，第3次再抽，每一次都抽到下签，但每一次抽到下签，他说那我一定要更努力。结果连续抽了几次，14支下签，一般人早就放弃了。可是他每一次抽到，他就激励自己更要好好努力，结果竟然考到了榜首。所以你看那个签是不是抽了签我们就一定要听着签走呢？我也曾经听广播有一个人说他抽签很好玩，他抽签抽到这个签他觉得对自己不利的，那我不要，抽到我自己满意为止。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啊，当然那也是一个很心理的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啊。好，那我再跟他分享一个，以前我绝对不会相信，可是当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不得不信。我曾经遇到一个奇人，那个奇人呢，他是刻印章界，曾经是台湾印章界的奇人哦。他可以看你的印章，知道你的一些状况。以前呢，我想那有可能啊，卖搞阿骗，不可能。可是有一次他看我的，当时是木头印章，他就说你最近牙齿痛。我说对，那阵真的牙齿痛，他怎么看得出来？然后他又后来看我太太至今的印章，然后他说你最近可能有下半身的疾病或者怀孕，他也不是100%的准，就看到一个倾向。隔一天我太太去验孕，真的怀孕。那个你说要怎么解释？那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啊，所以我就不得不信啊。好，那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解释，可是真的就是事实摆在眼前嘛。后来他再看我的印章说，你的工作适合往东，不适合往西。可是麻烦的是，当时大爱台从南港搬到关渡是往西，对我的工作不好。可是我会转念，我就想说，大爱台都是制作净化人心的节目，对我来讲，大爱台是东方琉璃净土，我觉得大爱台就是东方。
当我这样念头一转的时候，后来他在看我的印章，他就说你的印章变了，被我的念头转了。所以你说有没有命理？有，但上人也说不是没有命理，不是没有地理，但重要的是心理。我们的心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去探讨地理、命理，就是风水算命，那是没有用的。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本书提到一个例子，你的一个印表机印出来有一个错字，你拿立可白去改，第二张印出来还是有错，第三张还是有错，因为你里面的原始档案不改，你印再多都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喜欢改命，改命是在印出来之后发现有错字涂掉，却没有想到在源头改。上人说清净在源头，其实也清净也要在念头，那个念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发好愿很重要。那我其实这阵子我也发了一个愿，希望这辈子可以有1000场的素食演讲，从过去无肉不欢到现在积极推素。说到这个愿的不可思议，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跟我同样之前是慈科大慈诚义德会的我们同一班的林美黄师姐，宜兰志工，他有一次去监狱关怀的时候发生了车祸，非常严重，我记得是送到博爱医院，整个头盖骨取出来。当时医疗人员跟我们的志工说机会渺茫啊，可是大家一起祈祷，上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也请慈济医院去看有什么可以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人去祝福，然后就度过了那个难关。事后他们的医疗人员跟志工说，当时我们跟你们说机会渺茫是安慰你们，当时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美黄师姐度过了那个生死的关卡。然后后来她稍微有点清醒的时候，她有一次在写字，写了一个歪歪扭扭曲曲，她先生也看不懂，小孩也看不懂，后来才想到5000元，5000啊，好，那为什么写5000呢？因为当时大爱台淹水，然后他就希望在车祸前，他就说希望能够捐5000块给大爱台，这个心愿一直放在心里面。而且在他车祸前，有一个人肢体障碍说要捐款给慈济，他说要去收款，也还没有收。他这样的好愿一直放在心里，所以也许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好愿，一直想要去做的好事还没有完成，所以让他度过了那样的一个关卡。好，我想刚才说的很多是个人方面的，我想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更大的改命。我之前有提到第六感的一个 Discovery 做的一个专题，那他在这个专辑里面提到了一个电子随机数的产生器，就是可能会产生0或1，如果有人在仪器附近集中精神的话，可能就会改变这个0跟1的产生。然后后来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罗杰尼尔逊科学家做了一个假设，他说可能人体有集体潜意识，所以他在世界很多地方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然后收集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后来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就有很明显的偏差。当时大家投票之后，大家就会说奥巴马会赢，然后结果在投票结束后5小时之内，数据就呈现上扬的趋势。他说这个几率是1/1000，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如果再把所有的实验室的数据纳入来统计讨论的话，这个出现的几率是10亿分之一。后来在911事件当时凌晨4点半，数据就发生了变动，也就是说全球意识在重大事件发生前就会产生反应。那个江本胜博士在做水前星的实验，有一次就是说他也发现了水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数值突然飙高，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仪器坏掉，后来才知道是美伊发生战争，那么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到了日本。但我反过来说，如果不好的讯息能够传到日本，那么大爱也可以包容地球村。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的祈祷，发出善念去做好事，一样也可以让这个地球有点像是为地球洒净。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爱化解大难。
1999年8月17号，土耳其发生了大地震，上人当时就希望大家能够大爱化解大难，让爱心动起来。上人说，像土耳其这样的灾难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哦。当时我想知道的人、听得懂的人不多，没想到后来发生了大地震。思贤师兄，慈济志工总督导思贤师兄就说，当时他跟着上人旁边走出来，上人就说：“那呀紧，怎么会这么快？”所以上人一直说，他当时真的觉得心很不安，所以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大爱化解大难。可是呢，我后来访问了中正大学的地震学系的教授石瑞娟教授，他说921地震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跟921地震相同规模的地震，死亡人数是更多的。比如说以土耳其地震来讲，跟台湾差不多，但死亡人数台湾是2400，但是土耳其地震是差不多大概7倍。后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从1900年到2008年采访当时比921地震规模要大的地震有36次，平均往生人数3万人；规模和921地震一样大的有10次，平均往生人数2万人。以2万人这个数字来讲，是921地震的8.5倍，这就很难解释啊！而且更难解释的是，比如说像阪神大地震，它的释放能量只有921地震的1/11，往生人数却是2倍多，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火灾。所以他后来开始相信上人说的大爱可以化解大难。而当时我做了2集的专题，那时间的关系，那就先只给大家看下集的报道。最近天灾频传，印证佛陀说的国土为脆。真言上人不断呼吁大家虔诚祈祷，只要凝聚更多人的善念，大爱绝对可以化解大难。像921地震当时，车龙埔断层经过的地方，几乎所有建筑都被摧毁，而断层也通过了慈济潭子园区，但是园区和附近民宅都没有倒塌。整个台湾的灾情和国际地震比起来也相对轻微，这让研究地震30年的石瑞全教授百思不解，无法用科学解释。他开始相信真言上人说的大爱可以化解大难，因为台湾人的善良，让我们虽然受灾，却能够大灾小难。最近世界灾难不断，只要启发更多的爱心，就有无限希望。印尼发生规模7.6大地震，萨摩亚遭遇8.0强震的侵袭，还引发海啸。凯撒纳台风肆虐菲律宾，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造成8·8水灾，各地4大不调，可能很多人觉得失望、悲观。但是真言上人表示，只要启发更多人的爱心，就可以化解灾难。以台湾来讲，921地震造成2400人往生，在国外一样大的地震，平均往生人数却是921的8.5倍。地震岛上更可以看到善念的奇迹。车龙埔断层从苗栗卓兰到南投竹山，将近100公里。不在断层带的南投中寮，将近4000间房屋倒塌；距离断层25公里的埔里，12000多间房屋倒塌。100公里外的台北也倒了东兴大楼和博士的家。被断层带切过的地方，建筑物更是无一幸免。例如基基武昌宫整个垮下来，乌峰光复国中操场跑道隆起2公尺，石冈坝整个被震毁。同样在断层上面的慈济潭子园区，最高隆起将近6公尺，但是园区和附近民宅都平安，很难用科学解释。潭子园区里面旁边那些的建筑物，它都不是那么的抗震性那么强的，可是比起其他的区域来的话，哇，它的破坏怎么2个都没办法比拟的？附近也有个民宅，可是在那附近的建筑物，它破坏非常的少。其实那时候就让我开始就觉得很压抑。车龙埔断层经过的地区，绝大部分都是脆弱的井水页岩。照理来说，断层也会切过潭子园区，但是在大坑和丰原中间，断层却是在比较坚硬的卓兰层砂岩断裂，只从潭子园区边缘切过。如果断层往左偏移，会更接近人口稠密地区，潭子、丰原和台中市灾情可能更大。这一栋建筑物你会发觉吗？这一栋是一点点抗震能力都没有的，它就在这个
地形的变化的旁边，这个断层旁边只有差不多10公尺而已。可是呢，它却一点点都没有破坏，甚至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屋瓦，它也都没有掉下来。没有的话啊，它连这个里面水泥，它一点裂痕都没有，非常不可思议。很多人为了要在台中盖慈济医院，省吃俭用，5元10元存起来，甚至打工帮佣赚钱奉献，这里凝聚很多的祝福。921地震前，慈济发动全球募款帮助土耳其，台湾的爱心密度全世界最高，积善之家有余庆。或许这就是921和国际灾难比起来，灾情相对轻微的原因。大爱化解灾难，这个是我后来非常的相信这一句话。今世灾难要有警示觉悟，天灾不断，与其担心，不如化为爱心；与其伤痛，不如行动，凝聚更多祝福，一善破千灾，用大爱保护全世界。大爱新闻李明君赖世宝采访报道。好，所以看了刚刚的新闻，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相信，大爱真的可以化解大难。所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与其让自己好，不如让地球更好。让地球更好，我们自己的人类的命运也才会更好。所以就是要共好。那在每一分每秒，我们的念头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更好的念头，时时祈祷，时时祝福，愿亲平等。不管你喜欢的、讨厌的，或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我们都付出一份善念，对这个地球每一天付出一份祈祷。我相信地球的磁场会被我们每个人的念头所转而变得不一样。而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就是新冠肺炎。上人说，解决疫情的灵方妙药就是如素斋戒。我想上人已经开出了解方，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如素斋戒。我们亲近在源头，亲近在念头，用我们的好心好愿转好命。希望这个转好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好命，不是我们家庭的好命，而是整个地球的好命。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是生生世世